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南韩是人口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之一，在2024年的当前又传出坏消息，该国过去一整年出生的人口又创历史新低，同期减幅将近1成之多，因此全国人口再次减少。回顾过往，南韩政府不断祭出各种招式来拼生育，然而长达16年的努力，投入多达数百兆韩元，国家的生育率却仍不断下滑。本期影片就要来探讨，为何南韩少子化的问题如此绝望。根据南韩央行的预测，在社会竞争激烈、就业困难与居住成本昂贵等因素之下，南韩人民生子意愿持续低迷。如果无法扭转趋势，南韩经济将在2050年陷入负成长。纽约时报的说法更加惊悚，他们的南韩当前的生育率跟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相比，发现当前南韩人口减少的速度比瘟疫带来的影响更为严重。在这样的大趋势之下，不久以后，南韩便将面临2大抉择，要么接受大规模移民，不然就得拥抱经济危机。最糟的情况下，南韩人口与经济双双衰退，很可能带给宿敌北韩可乘之机。放眼世界，南韩并非唯一面临人口危机的国家，像美国、中国、日本、新加坡以及所有的欧洲国家，生育率都低过人口更替水准。扣除移民输入，上述国家的人口总数将随世代更迭而下降，而南韩政府老早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当局早在多年前就祭出多种鼓励生育的手段，官方频繁举办相亲活动，协助国民配对成婚。至于已经成家的民众，政府也提供全方面的支援。过往的南韩国民想要请育婴休假，只能领到薪资的8成收入，但许多地方政府都寄出休假补贴，减少父母们的财务压力。除此之外，南韩当局也寄出生育津贴，针对整体的医疗费用、育儿费、膳食费与后续义务教育的学费，给出一定程度的补偿。许多地方政府更不断加码，像仁川过往提供每位新生儿的津贴总额约为7200万韩元，但当地政府去年再次加码，将整体津贴总额拉高到1亿韩元。虽然被视为德政，但站在南韩政府的立场，最终的目的是挽救生育率。因此问题就在于撒钱救生育到底有没有用。南韩政府2023年宣布，对有1岁以下幼儿的家庭提供每月100万韩元的津贴，并把带薪的育婴假从原先的1年延长到1年半，这几乎已是全球最慷慨的育婴政策。但尹锡悦总统却公开表示，该国过去16年间已在生育政策砸下280兆韩元，实际上却没有显著的进展。以上状况不仅南韩独有，放眼亚洲，从北端的日本到南方的新加坡，几乎所有遭遇人口危机的国家都祭出了生育津贴、教育补助与税收优惠。但日韩新3国数据却显示，砸钱后的效果并不理想。这也带出下一个问题，按照各国的民调结果，经济压力是人民不想生孩子的主因，但为何最直观的津贴补助却不能拉高生育意愿？多份国际研究显示，经济上的补助确实有机会在短期拉高生育率，但问题在于要补助多少钱才能达到政策设定的目标。这里我们引用台湾中研院与政大一项有趣的研究，研究方锁定曾中过发票等现金奖的家庭，看奖金规模会不会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。结果显示，中过新台币100万元大奖的家庭，生育率会略高于1万元以下小奖的家庭。但如果想让生育数量显著拉高，中奖金额必须达到1000万元以上。政大学者进一步分析，中奖超过100万的家庭中，较年轻或收入较低的族群，奖金带来的生育奖励效果较强。至于本来收入就不错，而且已有小孩的家庭，通常会把这笔钱用来栽培现有子女，而不会再多生小孩。从这项有趣的研究中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结论，那就是撒钱救生育或许有用，但代价非常高昂。而美国另一份研究也给出类似的结论，那就是在可行的范围内，一般国家很难光靠补贴就将生育率拉高到目标数字。除此之外，对不少人来说，是否生小孩，甚至生到2到3胎，除了经济问题外，还有许多别的考量。摊开各国生育数字也会发现，先进国家的平均胎数通常低过相对落后的地区，这背后可归纳出以下几点原因。首先是在许多地方，女性怀孕生子后，职场发展的空间常因此受限，不少母亲为了陪伴孩子，被迫放弃不错的工作。如果另一半又是猪队友，又会降低女性生育的意愿。其次，许多先进国家竞争非常激烈，这改变了父母育儿的策略，人们宁愿将可动用的资源投注在少数孩子身上，提升未来成功的几率，而不是一股脑养大一大批后代，之后再像买乐透般期待孩子成才。最后看向本期主角南韩，该国社会竞争激烈，生活成本高昂，
加上妇女面对的不平等环境，削弱单纯撒钱补贴的效果，更别说官方给出的育婴支持，往往无法彻底落实在现实之中。该国内部的研究也显示，综合性的生育政策才有机会扭转人口下滑的颓势。虽然许多国家都还找不到办法，但国际上也有少数案例，像日本冈山县的奈义町就有着奇迹之庭的美名。奈义町的妇女平均生育超过2胎，在被少子化浪潮侵袭的日本成为耀眼的存在。细看奈义町的生育对策，大大小小共有20多项，除了基本的育儿津贴外，当地最强大的是幼托系统，像是著名的育儿基地奈义儿童之家，背后就是由团结的地方爸妈、工作人员与社区老人共同支撑起托管育儿等服务，在居民高度联系之下，协同完成了育儿的任务。另一个成功案例是瑞典，该国的生育率虽然仍在人口更替门槛之下，但至少数十年来维持在一定水准。瑞典拥有非常完整的生育政策，从小孩出生那天起算，双亲能共享总计480天的育婴假，且不论两人是否存在婚姻关系，孩子是否亲生，就连同性伴侣也能享有相同的权益。更重要的是，收入较低的家庭还能向政府申请住房津贴，完善的托育制度更让父母加速重返职场。以上的案例表明，经济因素虽然是人们不愿生子的首因，但后续还有很多其他担忧。生育政策要能涵盖更多面向，才有机会拉高生小孩的意愿。但回到现实层面，每个国家的经济与税收表现都不同，很难横向移植其他国家的成功案例。在2024年的当前，人口危机已是全球等级的问题。在影片最后，我们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个奇特案例，那就是生育率最高的已开发国家以色列。以色列的妇女平均育有 2.9 胎，远远超过人口更替水准。这背后有2大因素支撑，首先是犹太文化重视家庭，同时鼓励生儿育女，加上完善的生育政策，帮助以色列女性找到工作与育儿之间的平衡。统计数字显示，该国女性的生育率并不像其他国家随着学历升高而下降，女性就业率更高过许多已开发国家。总结来说，少子化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，许多专家更给出悲观的预期，认为这个状况并无有效方法可以扭转。在这个节点，我们或许能从其他角度看待问题，除了拉高外来移民比例之外，也可增加高龄人口的就业率，以支撑国家经济发展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就算人口当真减少，经济表现衰弱，与他国之间国力洗牌，或许也是天下大事，更可降低全球的环境压力。好了，这集的重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与 IG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